各位观众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讲题今天是我们成大汉学研究发展中心的大师演讲系列之一。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政治大学我们的讲座教授，也是我们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丰茂老师。我们接着有一些的问题想要请教我们的教授。首先要请教老师的就是有关于身体文化的这个部分。是这个社会我们都知道，就是科技发展非常快速的一个时代，加深在我们现代人的在心理的压力上，就是在教育这个部分有很大的一个冲击。那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压力跟心理的这一些变化上面老师长期以来在研究道教里边有关于存思内丹等这些修炼，也就是一套非常深刻的身心安度的学问。那怎么样运用这样的学问来面对我们现在的一种社会的挑战？这一套就是等于我们本土的身体文化。老师，你认为这一套的智慧如何从古代的丹房道观中来走出来，转化为被压力淹没的现代人可以亲身实践的一个日常修养，然后提供一种非常有效的安顿力量？那我们这方面请老师能够给我们一些的提示跟我们一些指导。对，其实那个政府特别是教育部它其实非常注重这一块，所以在教育部的高教深耕计划当中，特别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广义的情绪教育，然后一个更具体的就是所谓的正念。那为什么教育部对于这些这么重视？就是教育部能够感觉整个社会因为现代化、工业化、科技化以后，其实人真的有很多的压力，而这样的压力跟教育从中小学教育到大学到社会教育都一样，所以教育部呢，他就希望陈学志教授呢能够针对情绪教育正念教育这个部分能够有一些研究的心得然后能够借鉴国外的这种经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就有机会跟陈教授他们去交流经验。因为正念的训练基本上当然是从西方引进的，那我们自己的本土还有很多很好的一种身心调理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人打太极拳，或者有一些道院他会强调说我要打坐，可见在台湾社会里面这个部分呢保存还不错。我们当然会随着世界的脚步进步，但是反过来讲，我们也没有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一些宝贝就丢掉。有一种是什么自然的环境让大家能够接触，然后学习，然后最后什么能够什么实践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其实我们要帮助年轻人就是这一块。我们不但传授给你专业的知识跟技术，我们也要让你成为一个全人教育。碰到压力的时候，怎么来解除自己的压力？我们如果透过一个预防的方式，能够维持均衡状态，我觉得这个部分台湾在华人世界里面相对来讲是保存蛮好的地方。老师，你刚刚有提到那个正念的部分当然正念这个在应用方面也有一些西方的心理学，怎么样让它真的跟我们本身本土的身心安顿的内在的文化很好的结合之后，让现在年轻人很愿意去接受它。在老师的教学经验、研究经验包括身体力行这个经验里面，用什么样的这种转化的方式，可能年轻人他的接受度会更高？我在政大任教，我看到某一个场景，其实有点感触。因为现在大学校园是采取开放的立场，所以在政大的校园，你可以看到环楼功或者是什么的各种功法都在修炼，都是给那些社会人士，然后由老师来传授，包括太极拳也都是。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
这里头大部分都是什么校外的人士，反而我们的学生很少参加。这个也是一个提供给我们一个警讯，就是说，我们的学生在最需要学习的时间，他可能只有在课内的，比如说体育课啊，或者相关的社团里面去操作，反而他没有把它变成是大学生活一部分。正念为什么现在成为一个到国外留学或者心理学啊，他们都会接受这门学问呢？因为那是经过了正念的传授跟医学院做了结合，证明这套东西对人生有帮助。你想看美国的社会压力一定比我们大，但是他们接受了这套训练，这是一个供需问题。就是这个社会有需要，那我们也是要扪心自问，我们有这么好的各种不同的太极拳，各种的手脑关东功，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跟医学界或者是跟心理学界，如果能够做进一步的结合，我觉得如果能够跟他们接触，能够把纳入一个学术研究的范围，然后有什么很好的数据可以证明，那我相信对年轻人会有吸引力。所以为什么他们在正念教育当中，他们也逐渐在本土化，他们也请那些禅修的师父来做交流，他们也找了山道的师父来做交流，可见在接受的希望这一套，他们也逐渐的要从本土的文化资源里面找到一些能够转译转化的地方。所以我对这个方向对年轻人他们是好消息，因为年轻人他相信科技，相信科学管理。哇，谢谢老师。就是说我们要传统有很好的这一些的内涵，那透过新的一个科技，让它系统化，变成也是知识转移，然后落实在年轻人的生活里，变成自己的一个素养，就是可以身心结合在一起。我们知道老师事实上不仅在学术伦理这个部分，那还有从田野实质的经验。老师的学术研究非常精妙的结合到文本的解读，然后跟田野调查。那对于有志于此的这些学生、研究生跟青年学者来说，你认为应该如何训练自己，将田野中具体的观察，比如说我们仪式的细节啊，然后访谈的记录啊，跟经典文献中很宏大的这一些义理来进行对话，最后再提炼出所谓的常跟非常，那既有原始创造性的理论观点，在这一些所谓的材料到理论的探索当中，老师你认为最关键的心法跟步骤是什么？你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具体的案例来分享，然后给我们年轻人一些很好的建议。我当时这个经过那个王默先生的指点，他说道教跟我们的文化关系非常密切，但是他说我现在有老矣，所以你还年轻你又对打太极拳有兴趣，所以你应该要来做。所以那时候就决定以道教作为我的一个博士研究。毕业了以后呢，有一次我在台北的学生书局，就刚好碰到了非常有名的法国的研究道教的泰斗 Skipper 教授，然后他就聊说，那你既然是做了这个道教研究，在台湾这是很少数的那你有没有做田野？我说有啊，因为我拜师啊，学打拳啊，学静坐啊。他说还不够，我远从巴黎来到台南府城，就是要学道教的科仪。他说你又会讲本地话，你又做了道教研究，但是如果你只看道藏，那是书本里面是经典的。他说你既然有语言的方便，我就特别从巴黎来，住在台南，然后我就拜师，有了实质的观察跟实践经验以后，我在看道藏，我就看得更加的清楚。我就有道理，因为我们都知道经典text 它经有文本然后也有历史文件，有很多的 history。其实我们还有一种是田野调查。为什么？因为台湾在华人社会里是保存非常好的
特别是台南这个地方，哎呀，3步5步呢就是有庙，有庙就要有仪式，所以台南这个地方培养出非常好的叫古城道士。他说我就是来这边学法的，有道理啊。所以那时候想啊，这样的提醒非常重要，就是除了这个时候文本 T， 还有 H history，同时要有 field work， 就是要有 F。后来我才知道是这3个要结合，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很勇敢的，我就到了台南。真的，我开始做了田野调查，就在台南贵宝地完成的。然后我看了以后，发现这里头很多道藏里面有讲的，道藏里面它可能有一首诗，但是我只看懂它的文字。但是在台南这个地方，它是可以用唱的。比如说在台南，很多人都会这个廊冠，有个弦管啊，因为后场就是要有弦管配乐，这种前场是道士在行歌，后场有这么好的这个弦管在伴奏，哎呀，我才知道说这就是宝贝了。你知道当时，比如说他们要上坛的时候，道士穿起了有点像做官的朝服，因为他这个的花嘛，道官穿的这个所谓的朝服，他朝谒的是什么呢？3000道主啊，预防生病，他也是朝服。所以你进了朝服以后呢，你走路呢就不能匆匆忙忙的，所以要是乌卡波乌秋咯，哇，就慢慢的走。哦，我才体会说，这就是道藏里面所讲不行佛虚啦。所以就这样的一所佛虚，唱弥陀梵，这样的缓慢的走。后场因为用个弦管缓缓的伴奏，哇，我才知道说什么叫做道乐的庄严之美。我想我一定要做田野调查，所以那时候我常常到台南很多的宫庙，就最主要的有2个，一个就是庙里面的小透聘血，可以给你福气或者清净；另外一个是什么？是3年1科上网，所谓送温嘛，送网送温结合在一起。我发现台南通通都有。那时候我碰到了曾范周先生，大家都知道以前台南的道士世家就曾成2大世家。曾老师就说：“你这个年轻学者，你怎么对这个有兴趣？”我说：“因为我道藏文字看得懂，但是我不晓得他是怎么样在仪式来演法。”他说：“那你应该要来看。”所以从那时以后呢，我就决定说，那我要拜这个曾老师为师。他好，你来拜师。拜师以后呢，他就循善诱，什么地方有好的仪式可以，他就要我去。住在庙里面，然后呢，从头到尾的观察，我才看得懂什么叫做谢图，什么叫做庆成教。原来所有的道藏里面的最重要的仪式，台南府城派保存的非常好。哇，我觉得是大宝库，所以我就决定我一定加上一个 F。他说如果你有兴趣，你也上来学唱。这已经到了 practice。对，实践的层次了。他说你以前你不是学丹道，你也学打坐吗？那上坛，你虽然不能常在台南，常常上坛，最少你要懂得你在唱啥，当然你念啥货啊，当取的念的闭关啥呀。我因为曾老师还有陈龙玉道长啊、陈锦旗道长有他们的引导，我才真的进入所谓的道教的世界。所以我非常感念有他们引导。如果你自己有实践经验，那就会感受的更加贴切。仪式也是一样，所以后来我学会的唱弥陀梵的步序以后，我才能够感觉那种所谓的道乐的庄严。所以台南府城派真的是一级棒。哇，谢谢老师分享这么样精彩然后的实质的经验。台南有一个说法就是千庙之城，然后万神之殿，所以真的是没几步就有宫庙等等。老师在当年就有已经进入到这么丰富的这种府城文化里边。
很重要，就是有提示到 THF。这3样都要结合起来，对于自己的研究，它才能够产生到真正的一种感受。不然只靠文献的话，有时候那种实际感是抓不到。甚至在那个田野调查里面，应该有一些新的发现。有，我们做稻金研究都从魏晋南北朝下手。然后我们在看那个稻金里面的灵宝金块的时候呢，它里面就提到了有所谓的五方真理。五方真理就经典所记载啊，五方啊，就是说一个庙建好了，当然要五方安正啊。开始做的时候先安正，然后在仪式当中是强化了安正的力量。等到最后说一个修魔王经文，哎呀，我才发现说这样的仪式只有在台南保持。比如说分灯卷帘、分丁观粮，六朝道经也都有记载，但是它只有文字记载。等到我在台南的时候，我才看到了所谓的分灯卷帘。那个卷帘是三清坛前面挂了一个帘子，上面写了一个阙字，连减1分，连减2分，连减3分，分3次。然后每次在卷了以后，你就会唱一段，就是诗作的李教授跟我讲。庄子里面讲的混沌神话，庄子的混沌就是说因为他对待树跟枯很好后来他们自凿一窍，7日而混沌化。庄子讲的混沌的神话，在整个道经的分灯卷的时候，它就是变成一顶经，然后就把它唱出来，用唱的，用口排的。所以你看这么古老的庄子的这个所谓的混沌哲学。它的虽然是哲学但是道教的仪式里面，居然是用演讲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这些都是文化瑰宝。很感谢我们风貌验视文献之外，田野真的是一个瑰宝，很多传统的这种精华，反而是落实在生活当中跟仪式当中。如果没有做田野调查，可能很难去观察到这么细腻的内涵。我有透过田野调查很仔细的去观察它，然后跟文本会有一些汇合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新发现的地方，所以这个对我们年轻的学者走入田野也是非常重要。谢谢老师。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老师有提出文化百宝箱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当然它在当代的这种文化传承里边有一体两面的一个意涵。一个就是内部存续传承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属于外部的沟通问题那首先在内部的这个传承部分，面对我们宫庙，在整个因为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它会不会因为简化而有流失了一些原来必要的仪式或精神，甚至还走向商业化的一个趋势？老师，你认为就是说学术成果应该如何有效去做转译？因为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让现代人更能够去理解，更能够去接受，帮助大众来打开百宝箱。如果放眼到全球的时候，台湾这座保存的非常鲜活而且多样的这种华人宗教百宝箱，那又怎么样能够为世界的汉学研究跟海外华人的社群的文化传承提示一些很独特的观点跟看法？对于这样的保护，在那个人类学、在社会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理论。比如说，有人说它是一个文化仓库，有人说，这里面有很多的宝贝，你就好像工具一样，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用，所以叫文化工具箱，所以 cultural tourist。什么叫百宝箱？我想大家都知道。所谓的宝是经过了整个社会的验证，它确实有保存的价值，才是把它放到这个百宝箱里面，所以叫百宝。它不是只有仓库，仓库是什么东西都放在里面，不是，它是经过选择好的东西，然后放到那百宝箱里面。后来人如果要创作，假设说他要刻一个什么玉那我可以取法这个百宝箱某一个模型，然后再去创造这个创造的这样画，我把这个现成的一出一纳，拿出来我来观摩，然后观摩好以后，可能创作出另外一个这个什么呢宝贝，我要放进去，
等到你创作出来的东西也是非常好的东西，将来也有机会放进去。换就道藏就好像一个文化百宝箱一样，只要是有价值的，只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它都放到这个百宝箱里面。同样的，道场的抄本也都是因为需要用，它才会保存。原来在一出一纳之间，宗教还是终究要与时俱进。对，因为有传承，因为有创造。在这种选择跟便利之间呢，我觉得它取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所以这样的百宝箱能够存在，道藏作为一个一切经的本藏，而道士的抄本可以做一个宝藏一样。你想想看，日常生活所需的，它真的会保存。我听说了，最近那个乌鱼被来啊，是以前在台南这边呢做乌鱼酒，很流行。为什么？因为乌鱼就是乌金那你就能够一次网了这么多的乌鱼，哇，可能是几百万的进账，当然要表达人好，所以他弄了一个乌鱼教，像这乌鱼教，这个就是只有台南有。为什么？因为这边刚好乌鱼训来了，他们就有收获，他要表达感恩，他当然要感谢天地啊，对不对？那会多好到乌鱼到咱这个海上，多咱能抓到。所以你看这中间的那种人跟大自然之间的那种关系，很有温度，就是有感恩的心。台南的这边的道士会顺应这个地方需要，然后他会调整出适合于台南使用。很多人都以为，道教都是那些古老东西，对，它事实上是很有创造性，很有活力，一个有文化活力的一个宗教。那很显然，因为社会接纳它，社会有需要，所以我觉得在这东西之间呢，让这个百宝箱里面样样都是好，东西够了。哇，谢谢老师很精确的去阐述了这个文化百宝箱的意涵，也就是说，它其实是跟着时代一直在生成，生成着新的需要、新的面貌，然后让我们的文化随着时代一直在演绎当中，但是它又不会失去它的温度。这个就是说，我们在传承的人也要既有文化的认知，但是也要感受性，然后让它会源源不断的生成。所以，这个所谓的道士，他作为一个仪式专家，他沟通人神，沟通天人。那我们作为学者呢，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得懂，我们就把它记录，把它阐述出来。之后通过演讲，透过出版深入浅出的读物，这就可以互动。这样的互动以后，这表示什么呢？我刚才也爱问的对的，我们就是复活版。我知我今仔日是要安怎办？我今仔日是要做头家楼主。他等到他在拜的时候，那一种的感恩对天地自然的感受，我相信就有一种所谓的文化的厚度。哇，谢谢老师。确实就是每一个人的角色不一样，但是他是在共同维护这样的一个传统跟精神，然后让这个精神不断的衍生出新的面貌。这个当然也会影响传承者他本身已经认识文化的脉络，然后他在做的时候更加的有情感。我有个经验那时候我来台南做调查，如果是做阿布就是所谓的那种超度类的超度，那常常都会做到大半夜。但是我后来发现说，这个过程真的是很了不起的文化机制，文化设计。为什么？因为如果是有喜事，结婚，如果你忙没办法过来，你送个这个什么红包，大家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做这种事情的时候，白事爬度的时候，大家尽量要回来。透过道士的仪式呢，它有很多的程序，从招魂以来，然后什么要给他沐浴，有一些罪或者过，这个机会能够把它讲清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具有宗教的深度。人在这一辈子当中，做好做坏都难免，
但是你出生的时候是清清白白才出生的，所以你现在要走了也是一样的，把什么交代清楚。最感动人的是，一般我们都会说，你要修破解。其实有意思看到经理来讲，每个人出生的干支不一样，所以父母有的被生命破瓜救子，最后父母要走了，所以你要行破解，就是扣心。然后事实上互相放的祖先都固定，他们最后要学会破解。有个场面非常动人的是，所有的家属孝眷好管，大家这样手牵手，旁边道士他会唱的一些歌曲，比如说10月怀胎，找回那个怀胎的过程，最后要送父母走了，然后道士在旁边唱那个10月怀胎，提醒你最重要的是，这个时候所有的家属大家手牵手，所以你看这样的功提醒家属，拢是跟爸母生的，爸母你跟去大汉也很不容易，借着这个机会，咱来先扣钱，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看大家什么手牵手，所以你与其说是怕野鬼来去破钱，还不如说家属就是整合在一起。我真的很感念，说有这样的设计，家属那参就扣一，这不就是圆满吗？所以我说宗教是重要的是在它的礼仪，如果这样的仪式消失，我们才觉得非常可惜。其实就是礼仪，不光是只有形式的仪式，它其实精神是贯穿的。所以最主要重点在那个精神，会让整个社会在人的情感跟温度方面真的会加深。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学术它的研究的本质是透过学习跟思辨，所以会建立一套自己解析世界或自我认知的一套知识理论。可是，在修行的这种道路上，我们一直在强调不要分别心，要去除障碍、解脱等等。那老师有没有什么样一些深刻的经验，可以让大家更能够把自己的学问当成修行的一环，那把它们结合起来，变成我们日常的一部分？这个部分，我相信老师一定有很多丰富的生命的体验。谢谢让我有机会一个自我表达。因为什么？因为我是在云林县的乡下长大，在乡下长大的话，我们通常就是说怕脱轨，就是太做高滚这一种。高滚。上了大学以后，我就觉得，因为那时候我对那种国术、武术，因为从小有玩过、有练过，所以充满了憧憬。所以我那时候呢，读大学以后呢，我去学太极拳，因为我觉得看那个太极拳的那个大师在那打的时候，就优优雅雅的气色非常好，我就非常羡慕。后来我真的就参加了这个社团，然后跟着老师学。我也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机缘，所以后来做道教的了解，因为道教非常注重养生，注重这个所谓气的修炼。后来我就把研究跟个人的实践来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从年轻的时候学打太极拳呢，我几乎都没有中断。54年进大学的话，你看我已经将近50年。50年。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借这个机会，我就把自己的身心做调理。那除了是太极拳之外，后来我也学了丹道，因为我们人家讲太极拳是什么？是动中禅，然后静坐是什么？静中太极。我就两个结合在一起。等到后来我在研究道教，道教所谓有2大派一个是所谓的葫芦派所谓科仪是符咒另外一个是丹点派，就只有丹道。无论太极拳也好，或者是静坐也好，练丹道也好，基本上都是你研究必须的。后来我因为有了自己有了这修炼的经验，比如说气要怎么行周天，我随着修炼的时间久了以后，慢慢有点体会。当然我们学者我们没办法像这个修炼那些行家
一天能够做那么久，但是我也尽量的早抽时间来让自己的身心有一个调理的机会。其实做研究是非常辛苦、很烧脑的工作。任何行业一旦进入了高阶主管以后，其实都很烧脑。就是因为有这种身心好高的消耗，所以更能够感觉调理身心、安抚身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就很诚恳的，我也跟很多朋友分享，我说你要有成功的事业，有一个绝对不可少，就是健康的身心，所谓的性命双修。那我觉得在台湾是一个自由的环境，很多的行家他们也都很开放，那你就有机会去学到这么好的调养身心的方法。那它不只是一个理论啊，因为你读单间看到单间里面所讲的各种不同的过程，然后你在实际操练的时候，你可以两个配合起来。第一个，你对你经典的了解方面，你就比较有体会，那这个整理出来的东西不一样。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学子跟修炼它是合而为一的。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的身心调理，我相信我到了这个年纪，快80岁了，我觉得我爱护小孩最老话是什么？我身体健康就是小孩幸福。所以你想想看，道教提出的很多养生的理念、实践，而且它现在很开放，让大家都有机会来学习。我在美国的时候，他们说：“那你学太极拳啊，不是有高收费？”台湾在公园，事实上都是什么呢？有时候很小，是有的免费都有。我们作为学者，我们当然要懂这个道理。那我也是把这个经验跟社会大众分享。真的，我们是在福中，有这么好的环境提供给你认识的机会。所以，如果以实践来讲，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就有机会来做一个实际的操作。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地方。人家会问啊，道教虽然就有仪式专家啦，做很多仪式啊，但是那么是一个古老的老古董，其实不尽然。比如说以当前来讲，现在非常流行的自然生态。那这个自然生态里面呢，就强调说，我们对那个土地的自然的秩序，尽量不要去破坏它。那为什么会有泄土？因为我要盖房子啊，我必须要动土啊、破土啊。但是我房子盖好以后，我透过那个泄这个字呢，一方面是表示感谢，在建筑的过程当中都很顺利，所以要表达感恩。第二个是谢罪啊，对不起，我为了要盖房子，我不得不开挖。传统的讲说去撩动龙神，触犯了龙神，其实就是表示说，我们要对自然保持一种敬畏的态度。所以你看这样的仪式的背后，它其实是跟整个当代的最前进的自然生态格局完全符合的。所以道教不会漏啊，但是在这个仪式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什么？我们要速度的提醒你现在庙盖好了，或者是祠堂盖好了，我们要这个机会来表达既感恩又忏悔的这个仪式。那我觉得就表示道教没有过时啊，对不对？它不是老古董，而且还跟当代前卫的思潮能够结合。所以我觉得道教它真的与时俱进。是，谢谢老师这个与时俱进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像刚刚所谓土地的爱护谢它就有2层意义，一个是表达自己对土地的感恩，另外一个就是造成干扰的一种谢罪跟忏悔。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像这一些比较属于身心安顿的这些方法，那在我们的生活日常里面就有。只是我们一直把我们的研究跟我们的生活都一直切割啦。这应该就是我们现在学术一直讲求专精，然后学有专精，一直在分割过程当中，然后造成好像2个互相干扰。事实上是不然。我们如果从老师身体力行的这种状况来讲，
事实上它可以培养我们身心安顿。很多人会认为道教是一个非常神秘，好像很难触及。可是经过老师这样的一个解释跟说明，其实它就在我们身边。就我们台南府城来讲，它就是真的是随时可以看到生活的一部分。对对，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最后很想要请教老师的就是说，老师是第一位以道教研究人因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在传统的学术研究里边认为道教是一种信仰，民间信仰，然后好像很迷信就刚开始很难被学术圈来正式的接受。老师，你认为台湾的道教跟华人宗教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所谓的传统文化怎么样做转移，然后它适应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对于未来年轻的学者，他们想要投入，那老师，你认为他们应该优先要建立的学术的核心的价值跟能力是什么？确实这个道教甚至于广义来讲，宗教在现代的学院里面，真的是一个比较边缘、比较边界的一个科目。这个原因是因为在五四时代，热情的知识精英，他们要救民族、救国家，所以那时候呢，用比较激烈的方式去批判传统的。最主要一个是宗教，第二个是习俗，好像我们的落伍就是因为这样，所以那时候他们会有一种矫枉过正。但是五四时代已经经过了100年，我们进入了后五四的时代。当时他们批判的这些东西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社会上，甚至连学科技、学科学的人他们都有兴趣。那表示什么？因为经过了五四的激情之后，用比较冷静的方式来写诗，到底我们需要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用比较正确的态度来看待道教乃至于相关的这些信仰习俗。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信仰习俗，这些所谓宗教的形态，为什么到今天能够存在？我想我们一定要相信有一个观念是，我们现在的文化是一个整合型文化，是由三教乃至包括术数、民俗等等所共同组合起来，因为这个才是完整的汉人社会。所以五四时代的激情已经过了，我们现在可以用一种比较冷静态度来盘点，到底有哪一些可以创造的转化成为当代的经验跟智慧。那我觉得不要用那种一刀切的方式说，这个就是不好的就好。我觉得应该透过实践来检验，到底哪一些是我们所需要的。我觉得以当代来讲，佛教带给我们很多的安身立命的那种哲理，那种佛道教也提供了它的什么哲理，也提供了很多的仪式。这些选择让它保存的，不是用官方的力量，而是由民间、由百姓、由民众自己来决定的。那我觉得，越是在所谓的科技时代，其实我们更需要身心的安顿。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全球什么都软化，但是我们不要忘掉了，国外很多的所谓前卫的哲学家一再提醒，我们的整个社会进入一个冷化的时代，冷化、异化。那我们怎么样重新找回人与人的关系？我相信，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所谓的灵性教育，在这当中不能缺乏宗教，无论佛教也好，道教也好，我觉得是由民众来决定哪一些是需要的，凡是需要的，它就会被保存下来。那我觉得这样的保存，不宜用政治的力量去切断它，也不是说少数几个学者说这个东西落伍的，我就把它禁止。我觉得这个都太暴力。我觉得应该一个好的社会是开放、多元、多样，还民众自由来选择。
如果民众他认为说那是过时的，他自然就会消失。不劳政治家来操守，也不要是让有些知识精英在那边指指点点。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健康的、开放的一个社会形态。非常感谢老师给的非常深刻的这样的一个看法。确实，文化的一个持续不断的延展，其实它真的是需要透过实践。什么是适合现代人所需要的？确实，就如老师所说的，应该是要经过大家的一个盘点。那真的适合我们社会所需，它就会保留下来，而不是特定的，或者说刻意的去做一些所谓的铺排，然后让这个可以留，那个不可以留。佛教也好，道教也好，已经发展2000多年，到今天依然还是就是我们说源源不断，然后也非常活络在我们的民间生活当中。所以它其实是我们生活里边的一个保护，对，那也看到它真的是符合我们生命里面需要的一些元素。那怎么样让它透过更现代化的语言、更现代化的一个方式能够保留下来？这是我们在面对未来时候应该要更加去努力的地方。我想，学界也好，宗教界也好，其实这是只有一个方法，就携手合作。宗教界他们很好的保存这些文化传统，不管是庙也好，或者是一些道院也好，而学者也做了记录，做了整理。因为现在的媒体非常发达，我们透过各种不同方式，我们很客观的各个方方面面把它讲清楚。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是，我把它各方面都讲清楚以后，让民众有一个自由的选择的机会，该留则留，不能留则不留。我觉得这就是台湾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最可贵的地方。不是用官方暴力，而是由民众来决定。真的非常感谢我们风茂院士。其实今天谈了非常多有关于除了道教之外的，还有现代台湾整个民间宗教既有时代价值跟意义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内涵。那当然这个一定会随着我们时代的需要，然后会适时去调整我们自己内部的一种生命的脚步。我想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我们风茂院士接受我们的采访相信大家听了这一集的这个内容一定收获满满。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